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制作这样一个小动画。然后这个动画的灵感来自于 Instagram 上这位博主，当时看到之后就觉得他这个镜头的动感做得特别好。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好像是用 C4D 制作的，然后我就尝试着能不能在 Houdini 当中去重现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动画。这个动画的话，一开始它是随机出现，随机出现之后，然后它有一个从展开的一个动画，展开动画之后少量的有一些便笺纸散落下来，然后经过几秒钟，中间的这部分的便笺被吹走。表面看起来这个动画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你真的要去用程序化的方式去实现，它的难度其实不小。然后它的一个基本的制作思路就是，我们将这个本身有卷曲动画的这个便笺纸克隆到这个我们做好的这个形状点上，就是它本身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箭头的形状，这里面我没有调得很精细，箭头的形状，然后上面散布了一些点，然后将这些本身带有展开动画的便笺纸克隆到这些点上，然后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动画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看一下怎么制作。然后便笺纸首先是建立了一个平面，正方形的一个平面，然后提前给好了 UV。这个地方然后做了20个复制。这个20个复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动画出现了一个动画，它有20种不同的一个初始形态。比如说有的是从这边卷，有的是从这边卷，有的卷的程度大一点，然后有的卷的程度会小一点。所以我们这里给了个20，然后通过一个 connectivity 赋予了一个整数的 class 属性。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将这个得到这个 class 属性，选择出一个最大值，推送到 detail 层级。这个是为了让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能读取到这个最大值。然后我们现在得到这20个那个便笺纸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随机的一个属性，就是这20个便笺纸不同时间段去触发它。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把这些便笺纸展开，我们看一下，这边都是一样。然后我这个节点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节点，然后它是原理实际上是我看了那个宝 Animation 这位 UP 主他的一个教程分享之后制作的一个节点。通过我们得到的这个20个便笺纸，然后读取它之后，将这个属性值输入进来，输出一个 mask 值。这个 position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frame 做一个0到1的变化，1到25表示这个属性从0到1全部走完的一个时长。然后这个 width 就是它的一个属性的衰减值。这个值最小值最大值就是说有多少个便笺纸，我们这个地方就 class 属性是从最小的0到19，我们把它输入进来。这个属性的这个节点的使用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得到一个变化的一个属性值，
那我们首先要在一个物体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直线，需要有一个0到1的一个属性延伸。比如说我给一个 resample， curve u， 这现在有一个0到1的一个属性变化嘛？然后我们现在想将这个属性在这个直线上有一个运动的变化，怎么做呢？把这个资产拿过来，然后将这个输入的属性值修改为 curve u， 然后输出的属性值变为 mask，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变成50，注意观察，从0到1，你看它是从1到0就有一个属性的变化值，因为它是从本身的一个 curve u 属性是底下是0，上面是1，所以它的变化是从底端开始的。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加一些噪波，比如说这个地方给一点噪波，提高它的 frequency。可能这不是很清楚，我们把它的点值拉高一点。你看，它就有一个噪波值的一个变化。这个地方就是对属性的一个重映射，你看，只让它中心的这个属性有一个变化，头尾都是变成0，对吧？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个没有一个初始的一个属性，但是它有一个，就可以通过它的一个 bounding box 来实现这样一个变化。我们这里给一个平面，然后连过来，改成 bounding box， 它也有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轴向，现在是 x 轴，然后 y 是没有嘛 ，y 是0，是 z 轴。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节点，所以我把它做成了一个资产。另外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个办法，我会放在我的工程文件中，有兴趣的也可以研究一下。它也有一个属性的延伸，这个值的话就表示它是从这个值的话表示是属性的一个衰减，值越大，属性的衰减值越小。offset 表示是从第几帧开始，你比如说第7，然后它就从第7帧开始有这个属性的变化，基本上跟这个是一个意思。这个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地方来修改嘛，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也是从第7帧，那这个地方也是从第7帧开始有这个变化。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里面得到一个 mask 属性，这 mask 属性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你展开看的话，就是这20个平面，它有一个属性的一个启动，根据不同的时间有一个启动的一个变化，然后这个地方给到另外一个 mask pin， 在这边看一下，这 mask pin 的话，就是后面做动画的时候需要控制它的一个 pin 值，所以我们提前给好这个属性的变化。然后这个 mask 属性的话，就是触发它的一个动画嘛，然后往下走，将它的上面给它定住，给一个 pin 组，继续通过 for each， 然后对每一个变间值有一个初始的笨的变化，而且这个笨的是一个带有动画的。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我们想要得到的是20个变间值，通过 mask 值来按顺序触发，或者说随机触发它，然后有不同的一个动画。这 mask 值的话，就是这个角度的变化，就是首先是读取了这个上面的一个 mask 值，也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变间值它带有的一个 mask 属性值，将这个属性值映射到看一下啊 point 01，将这个属性值映射到0到10，不对，将这个属性值应该是这个是一起的吧？对，将这个 mask 属性值从0到1映射到中间这一堆到5，看一下，也就是它到最后这个变间值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5度的一个弯曲，然后中间是什么意思呢？中间就是读取了它的一个 iteration， 也就是它每一个变间值进来的时候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叫iteration 值，通过读取这个 iteration 值，再将这个 iteration 映射到0到10，再乘以80，也就是通过这个 iteration 值的给了一个随机，再乘以80，以达到每一个变间值的弯曲角度都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它的起始是从80乘以这个倍率到最小值到5。同时，我们除了做这个角度变化之外，我们对它的一个捕捉的个 capture direction 方向做了一点点的变化。这个方向的变化的话，也是通过读取了这个地方是读取了 class 值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每一个变间值同样的有一个整数属性，将这个 class 属性随机化之后，然后加上了一个种子值 seed， 看一下，加上了一个 seed 值，就是这个地方，将它映射到-1到1，也就是不同的 class 属性的变间值，它会有一个-1到1的一个方向变化。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因为 mask 值不同嘛，所以它的动画的启动时间是有一个错开，然后再加上这个捕捉的轴向的一个变化，角度的变化，来达到这样一个动画。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平面上画了一个箭头，以及周边也给了一点点属性，将这个点散布到这个画好的这个属性上面，通过这个 scatter align 对这个方向的左右进行了一些偏差。也就是说看结果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属性的话，没有这个节点的话，它就是很直的这样克隆上去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加进来，它就有一个左右的一个变化。注意是连接到右边，只控制它的一个点云，修改了它的一个对齐 Z 轴，然后从负6度到6度一个变化。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使用mops 的资源包。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mops 资源包的话，就是首先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是到这边看，需要首先将它的方向修改一下，然后也是通过一个左右的一个变化。给了一点点角度的变化。同样的，这个地方然后做了一个 P scale 控制它的大小，本身有点大嘛，
这样缩小一点，通过 relax 值来控制，就是 Vellum 在模拟初期的时候，我们尽量要避免偏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relax 搭配这个 delete 节点，让它尽量不要穿插在第一帧的时候。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intersection analysis， 我们观察这个点，比如说我们本身没有这个的时候，你发现它穿插特别大，然后调整了一下它的iteration 和 point radius， 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 class 属性删减了几个，随机删减了一些变间，让它的穿插值尽量缩小。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我们也可以通过继续调整，比如说将它放大一点，是吧？放大一点是没有了，但是你要注意，它本身它有那个箭头的形状也就没了，所以这个地方也要根据情况来调整。然后也可以通过这个调整它这个种子值，是吧？让它减少这个 seed， 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去调，反正尽量不要让它有穿插，少量穿插也是可以的。我们后期也有一些办法，然后得到这个克隆的一个初期的一个动画，然后选出这些随机，就是一开始会掉落下的变间。我们看一下这个动画，你看它本身有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会掉下来嘛，所以我们手动选择了一些，不要影响它的一个大形状。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为什么把这个选出来？就是它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穿插，但是我又不想去影响它的大形状，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去改了，所以我们将它两个选出来，在模拟当中做了一些其他的设置，就是即使它有穿插，它也不会太影响模拟的效果。然后这个地方 mask 2是干嘛的呢？我看一下，就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控制这个 mask 2属性，也是控制就是最开始随机掉落的这些边间值，也就是 group 2上面的平面。最后我们又设置了一个 mask 3属性，mask 3属性是控制最后的吹走的边间，也就是中间这一部分。我们不需要中间所有的这个边间值都被吹走，所以我们又给了在这个 mask 3的基础上给了一点噪波。我们是从第50帧开始，因为它的动画很快嘛，60帧结束。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将这些边间值设置为布料 vellum cloth， 提高了一下它的密度，让它不会显得那么轻。因为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个密度值默认的0.1的话，可能它这个模拟之后就会感觉卷曲很厉害，然后软绵绵的所以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初期设置这个变间值的时候，这个平面的分段数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它模拟过程中这个布料就会非常的软，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这个地方是 Vellum Strength， 使用那个 Pin to Target 的模式，将最顶端的这个变间值给它固定住，使用了一个 Stopped type， 因为我们后期需要将部分的边间值让它这个 Pin 的这个 Constraints 会去除掉。下面，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需要这个动画呢？这个动画就是控制 Pin 组以外所有的点，因为你在本身这个变间值在 Stop 层级下它有一个动画，我需要在模拟的过程中匹配它这个动画，所以我们需要给一个 Pin to Target，
并且给一个 soft animation match 住，需要有这样一个匹配的结果，你在模拟的过程中它才会匹配到这个动画。但这个动画你要控制一下它这个 stiffness， 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它的模拟的效果也会很生硬。这是 SOAP 层级下的设置。然后另外这个地方我们也输出了一个 pin stretch 这个组。前面的话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地方也注意这个 bend cloth 的 bend 值不能太低，否则它会太软，弯曲度很高。然后我们进入到DOP 的模拟当中。DOP 的模拟的话，我们先是通过这个 Vellum Constraint Property，然后控制这个 Pin Stretch 这个组，也就是我们说的匹配动画这个组。通过这个控制它的将这个值，注意将 SOAP 层级下这个值，这个节点引入进来，也就是这个，读取了它的 Mask Pin 跟 Mask R 两个属性值。因为这两个属性值是有变化的，你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把它引入到模拟当中，它才会识别这个带有动画的属性。我们看一下，它是 Mask Pin 跟 Mask R。Mask Pin 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最初在这个地方设置的 Mask Pin。Mask Pin 是吧 ？Mask Pin 就是它动画到展开这个动画完成之后，这个 Mask Pin 也就变为0。另外一个是 Mask R。Mask R 控制的是最开始随机掉落这些边间值，所以当运行到差不多25帧的时候，这一部分的那个它的 mask pin 就完全，它的那个pin stretch 下的这个 stiffness 就完全变为0。同时注意，我们把这个 mask R， 也就是这个属性值，直接通过 geometry wrangle 给它写进来，来控制这个 stop。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那个边间值都已经被固定住了吗？被固定住了这个 stop。当这个 mask R 等于0的时候 ，stop 等于0，也就是我们随机选取的那4、5个边间值，它就会失去这个固定，它就会掉下来。然后继续，我们通过这个 geometry wrangle 把这两个值，把这两个属性直接赋予进来，就是如果这样书写进来的话，那么这两个属性就会一直存在在整个模拟当中，你就不需要每次再引入一遍，是吧？所以这有一个 mask R， 还有一个 mask， 同样的也是在 SOAP 层级下。然后这个节点的话 ，Vellum Rest Blend 它是干嘛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匹配外面的这个动画，这个节点如果你不是引用进来的话，它就不是很匹配得上，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节点。这是我模拟多次测试得到的结果。你可以把这个值给的小一点，给的太高的话它就很生硬。注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只需要在什么时候呢？也就是这个 mask 属性走完的时候这个 mask 属性走完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效果，差不多就是27、8，所以我这个地方给到了30帧。each frame 30帧以前每一帧都能够起作用。然后这 group R 的话就是随机掉落的这个地方，随机掉落的边间值，让它掉落的更快一点。同样是 mask R 属性，就是单独控制了这几个边间值嘛。
这个地方就是用了一个 pop clearing ignore 是干嘛的呢？就是这个想一想啊，这个对这个组别就是让它不是初期最开始有碰撞吗？我们让它的碰撞被忽略掉，但是这个碰撞这个节点我们是在25帧以后起作用，忽略掉的是本身的布料，也就是便笺纸以及它的外部，就是反正你不能忽略的是这个地面，就是我们在模拟的时候，这个地方给了一个地面，也就是它的一个墙面嘛，往后挪了0.08，因为本身布料它有一个厚度，所以往后面挪了一点点，同时提高了一下它的 sub steps。继续，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直接读取的这个 activation， 也就是说它大于25帧，这个 ignore 这两个便笺纸开始起作用，我让它就是往前面25帧之后往前面飞一点点，这样就尽量让它不要碰到本身存在的其他的便笺纸，就不要有那种穿插的效果。然后这个 subsolver 也就是把外面的这个 mask3这个属性引入进来。其实这个节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 wrangle 这个形式，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把直接通过写进来但是因为我模拟的时候是一步一步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用了一个 subsolver。我们看一下 mask3 就是控制中间那个飞走的那个便笺。好，我们引进来之后，因为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本身的一个动画，本身有一个掉落的动画，就是我们不是在模拟这个中间飞走之前，我们要做很多测试嘛，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在50帧之后，中间这个部分开始起作用。所以我们这个力，这个 pin 的这个 stop 值，也就是在50帧之后开始起作用。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大于50帧，一个是 mask3 大于0。mask3 大于0，也就是这一些嘛。所以你会看到有的那个有的便笺纸是有一部分挂在上面的，看到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噪波起了作用，就是有一种比较自然的效果。这个地方也是50帧读取了这个地方引用，50帧以后开始起作用，应对的是 mask3这个属性，给予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力 ，x 轴方向有一个100，然后同时这个 y 轴方向，也就是朝向镜头的这个方向有一个2，同时从第65帧到75帧开始起作用，并且有一个衰减1到0的一个衰减。mask3 也就是我们从65到75，看也是这一部分，不影响周边。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在一开始模拟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 sub steps 1，导致了它有一些布料穿插比较严重，所以当时是让中间的这些布料有一个完全忽略那个碰撞，使用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办法。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让但凡这个 mask 值只要大于有一个点大于0，或者说有一个点等于1，那么它整个这个片它就会等于1，并且给予了这个 mask 等于4。通过这个 mask 4等于1，会选出所有的便笺纸，并且让它这个便笺纸忽略碰撞，
只影响那个地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背面，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效果。其实它是一个不停的一个去测试试错，然后在模拟的过程中去调整参数、修改参数的过程其实是比较繁琐的。如果你们要去复现这个效果的话，尽量还是自己去尝试，就是当遇到某个情况的时候应该去怎么做，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地方我也就是只是给提供一种思路。模拟之前的话，我们把不需要的属性组别都给它删除掉，然后只保留了这一些。这个 mask 属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动画有一个逐渐出现嘛，这个逐渐出现是通过怎么实现的呢？就只将这个 mask 与这个阿尔法有一个连接关系。当 mask 等于0的时候，这阿尔法等于0嘛，只要 mask 有一个变化，这个阿尔法就失效了，也就是说它整个变间值就会显现。这个东西我们在渲染的时候会用到。然后模拟的话，我们灯光就比较简单，一个是一个环境光，另外就是一个主光。主光源的话，使用到的是一个贴图，看一下是用的这个贴图的话是这个贴图。注意摄像机的角度，然后根据那个渲染的效果调整，这个值很重要。调整一下它的一个 spread， 我们看一下，就有这样一个窗间的一个缝隙光，类似于。然后另外的话，墙面还是羽毛那个课程用的一样的一个材质，只是调整了一下它的一个比例大小。变间值的话，我使用了一个跟之前有一点区别的一个办法，就是使用了一个 shader switch。我们不是有一个 class 值吗？注意我们这个 class 值一定是点层级，尽量是点层级。然后 detail 层级的话，如果有记得把它删除，因为我之前做的时候不是有 detail 层级吗？但是我没删掉，老是不起作用。后来删掉就没问题了。我们尽量只在一个层级上，也就是点层级上保持这个 class 属性。然后它有0到19嘛，看一下0到19，我们映射成0到5，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有5种颜色。它有5种颜色。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个 shader switch 输出零不是5种颜色，6种颜色，0、1、2、3、4、5，你看6种颜色。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自己画了4个贴图，还有这2个，一个箭头，2个箭头。然后同样的也是将它们映射到这个地方，是我把它映射到了0到1。为什么映射0到1呢？就是0到1之后，我们通过这个 ramp 黑白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值的范围，然后调整完之后再把它映射到0到5，我们对应到6个贴图。然后有些贴图我给了重复利用了2次，因为它实际上我们要练0到5嘛，但是我只画了4个贴图。然后这个地方与本身color mix 与这个黑色，因为这个黑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
这个文字啊，这个图案的颜色是黑色，你看，对，然后与我们前面的一个这个颜色混合一下，主体的材质其实也就是简单的一个标志材质，主要是给了一个bump map， 一个纸的一个纹理。这就是本节课的课程，谢谢。